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制造了这辆车，起因是车友送给我了这辆车。有老铁知道这车是什么型号吗？还赠送了我一台备用发动机，本着有发动机就有车的口号，让它重生。一开始就在车台上定好位，把线条啥的都捋顺了，比例找准。先找根钢管做车架立管，这车架能不能立住，位置对不对就靠它了。然后把主梁固定好，方向柱上下3星也装上。这方向柱3星还有前减震，当时就是图省事图便宜买的配套的，结果后来装车，这就成了我这辆车众多 bug 里的一个。调平之后先点焊固定，拿水平尺再量量。我没有专业的车台，就只能一点点的焊，点来点去，这样能减少热应。你想呀，龙头要是歪一丢，那前轮估计得歪到他姥姥家去了。把3星装好，就该装前减震了，前轮也一起装上。前后轮我都用的17寸的，这机器看着小，我琢磨着17寸轮圈应该合适。结果呢，就因为我这种想当然，后来这前轮压根没用上，现在挂在墙上当装饰了。然后用薄镀锌管割开缺口，弯个形状，做个下摇篮的样品，把缺口焊好，再拿着样品去弯管。这样做倒是直观，就是太麻烦了。我打算把这车弄成复古风格，后尾就做硬尾的，那样复古味才足嘛。有了之前那个镀锌管样品打底，照着角度弧度用弯管机弯成成品就简单多了。焊到主梁上，车架就基本成型了。再量量左右管子平不平。这机器变速箱短，不像哈雷那种分体变速箱那么长，我就想着把发动机尽量往后轮挪，这样后轮和发动机之间能看着紧凑点，不那么空落落的。故事讲到这儿，第一个 bug 就来了。原来那个双摇篮车架上面太宽，底下又太直，瞅着特别空，手都能从这里穿过去。造孽！没说的，割掉反弓，重新做个单摇篮的，让底部窄一点。幸好是点焊固定的，如果是满焊，割焊口我能崩溃。这刚弄好，第二个 bug 就上门了。又开始了，没完了吗你？放上螺丝正好顶车架，割掉这个螺丝给它让地方，再用铝焊补上。还好油底壳上有机油滤芯螺丝，以后换机油就用它放油得了。接下来就该做发动机固定支架了，切割打孔，再稍微弄点造型。这钢板看着是有点薄哈，但我觉得强度应该没问题。这种固定方式震动肯定小不了，但我还是喜欢这种直来直去的感觉，就跟以前骑 SR400那种大单缸似的，感觉屁股底下有个锤子在一下一下的敲，可有劲儿。把焊在车台上的主梁割掉，焊上底板做支撑连接，全部点焊满焊一下，这个车架就在这个简易车台上诞生了。这个车架完全是为了妥协这个又低又短的发动机设计的。我的设计初衷是做一辆接车多姿的复古车，微缸比较撑空间，把前后轮装上，前减震长了得割短，这个不重要。先把发动机装上，做附件，再做个发动机底部支架，固定在主梁底板上。主体就这样了。这个长出来的前减震杆子越开越别扭，先割短的，正好这款减震偏软，割短压弹簧会硬一些，需要用车床测出内磁。怎么拆的怎么装回去。装车看一下，舒服了。把油箱和车座搭上，看一下位置，把后泥瓦装上，做个连接板。这种连接架我都用的304不锈钢板，对强度没什么要求，哐哐一下能达到电镀效果，还可以当做装饰。回头换一批热带鱼，老铁们养什么鱼比较扛活呢？后泥瓦位置装好了，就可以比量坐垫的高度了。这款坐垫是塑料底板，我担心强度不够，
做个底板当支撑，做点高度就这样吧。泥瓦有点低，做个中置尾灯的泥瓦支架，提升一下高度就行了。做个可以活动的坐垫前固定，焊上后固定点，装上弹簧，让它复古的属性强一点，毕竟是硬尾车架，弹簧座多少会舒服一些。接下来该弄脚踏和刹车踏板，反正自己造车嘛，能自己动手的就自己做。先加工脚踏固定棒，直接焊到车架上，拿纸板先画个脚踏的样板，然后激光切割出成品，材质还是364不锈钢的。不过咱这车架不是窄吗？脚踏板直上直下装肯定不行了，得折出个角度来，让脚踏能宽点。没办法，只能先割开个缺口，敲出角度再焊上，焊完再打磨。装车上试了试，哎，没问题。左脚踏也装上了，该弄挂档杆了。之前激光切割的时候忘了这个了，得自己割一个。自己割的肯定没有激光切割的规整，只能多打磨打磨，尽量弄好看点的。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个事儿，以前我姑娘跟我说，你得到我的人也得不到我的心。我当时还觉得她说的挺对，现在再琢磨琢磨，得到人也不亏啊，起码还捞了点啥呢。所谓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嘛。得车架装上试了试，搞定。下一步做排气管，考虑到钢管的成本，拿了2个越野车的排气拼接改吧。也就是这一刻，设计思路彻底放飞了。我想做个传统设计之外的，做个中置左右双出的排气，看看怎么回事。比量好角度，焊上就行了。左边的排气比较长，做几个弯角，我觉得一根直管看着特别别扭。右边的排气是后钢的，就挺短。这道排气先这样，回头有好的想法可以再改。用举板敲了几个排气护板，这种高位排气会烫腿。之前很多老铁都在问，这样的排气会不会烫腿？这不是加护板吗？烫腿倒不至于，烤腿多少会有的。装上比量一下，掏孔做装饰，铝材质散热好，打孔可以增加通风。安装的时候让铝板和排气之间有间隙，焊上后固定点。至于他们那腿烤不烤的，等我做好了漆圈就知道了。加工2个排气顶头做装饰，排气就做完了。做个车链张紧器，还是为了修补这个窄车架的 bug。车架收窄了，后压盘比较大，这套传动是原车配套的，换小的后压盘会影响动力输出。现在车链会碰车架，只能做个张紧器，把车链顶上去，让出车架的位置。这么一来，后轮轴调节器也省了，直接就固定后轮轴吧。我想这也不是件坏事，后轮前后调节的多了，轮胎外缘和泥瓦的弧度不协调，看着也别扭。再做个车链罩，目的就是遮挡一下空间，显得变速箱长一些，看上去发动机与后轮紧凑。利用身边一切能利用的来加工。我不是工具控，俗话说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啥工具都买太费钱，还占地方，还可能很久都用不上一次，反正能做出来就行了呗。哎呦操，死了！掰来掰去，掰断了，铝焊修补一下吧。挡过曝光还能用，铝板延展性好，容易塑形。装上看一下，就这样了。接下来做泥瓦尾灯支架，用不锈钢阀门收边改一下，有点宽了，搁窄了。像不像个镊子？反正是不锈钢的，焊完打过抛光就行了。再焊到一起，放车上装车比量一下。我比较喜欢这种凹槽的设计，看上去比较有质感。再用不锈钢板弯个弧度，把尾灯装上。这个支架的作用就是作为泥瓦的后固定支撑，再装个后尾灯。这种不高不低的高度，是因为设计的是街车坐姿，焊上支架和泥瓦固定的固定点。车座有点高，这个支架的高度可以让车座显得不那么突兀。做个尾灯背板，用来固定尾灯，焊到泥瓦支架上，这个泥瓦支架就做完了。低头看了一下，发现后轮刹车固定板没做，这个是固定刹车补芯的，就这么小玩意儿，没有它踩刹车补芯会跟着转，没有后刹车。
再做个电气盒，把点火器、启动继电器之类的电机架放到里，还是用铝板做，挑出弧度，再搁个上盖焊到一起，边角打磨出圆弧，再做个背板，焊上固定位，造型就这样了。等接线路的时候，再开孔装钥匙门。泥瓦有点突兀，加个装饰点缀一下，还是用铝板，敲出泥瓦一样的弧度。画出造型，割出多余的部分，打磨出来就是这么个形状。再把泥瓦多余的部分割掉，就这样了。最后翻新装车再做固定。买了2个125排量的化油器，没错，是2个。既然排气都左右双出了，化油器也做一边一个。这款微缸发动机排量是250的，一个缸用125匹配的化油器，理论上行得通。买了几个进气喉管，割了拼接，用铝焊焊上，再加工2个进气封杯，主要就是装饰，不打算装空滤了，反正也不会上路骑行，只是偶尔骑一下。先装到车上，还是最后翻新的时候再抛光吧。这个不锈钢扳手，做梦也没想到它会被做成摩托车边撑，放车上品尝一下位置。掰出角度，焊上底座，挂上弹簧，把底座焊到车架上，搞定。做个前减震护罩，不是为了好看，这是又一个 bug。当初为了图省事嘛，买了配套的3星和前减震，装车之后发现减震杆有点细了，做个护罩弥补一下，装上试试。再改个车把，我买到的车把没有洗盘的，干脆用现成的车把割了拼焊上。再做个大灯支架，把车头附件都装上，再看看之前做的减震护罩合不合适。8了，这里是6。做个前轮补刹的装饰挂，这个补石有点小，刹车是够用的，只是视觉上看着不好看。之前做的减震护罩显得太粗了，买了一款不知道什么车的，把前轮也换了，17寸配色管胎显得车头太臃肿，换成19寸的轮圈。我想用这辆车发动机尽量靠近后轮，显得紧凑，车头部分尽量显得空旷。烧车吃一下，冒蓝烟，毁灭吧，赶紧！累了，拆下来修吧。这种老机器的状态好坏，完全是拼运气。气缸已经修出坑了，要等2天配件才能到，先把机器翻新一下。这机器在我反复倒车热车以后，排除了放久了活塞环卡滞或者活塞环对口的可能。把箱体抛光一下，我记得之前有老铁评论问我，抛光铝件会氧化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抛光以后只能钝化能力，让它氧化的慢点。配件到了，装上吧。我说这辆车呢，说白了就是爱玩车，就这么回事儿。其实过日子不都这样吗？各有各的奔头，有人为了工作使劲干，有人为了念书闷头学，都挺好的。就希望这视频能给你提劲儿。你瞅这车，当初我觉得设计的老带劲儿了，现在再看也没那么到位，我自己都能挑出毛病，做的过程也没按照我原想的那样顺顺当当。但我总琢磨着，不管做什么，只要坚持和努力，最后总会有个结果。然而不出意外的话，又出意外了。你看，超越离合器打滑了，不了解的小伙伴看过来，超越离合器打滑是这样的。你是观世音派下来折磨我的吗？得了，接着换，做个拆次缸的拉马，一样的原理，能拆下来就行了。换上新的试一下。这个边盖又装了一次，搞定。全车拆散翻新，第一次剪了这么长的视频，原视频68个 G 呢，
剪到10几分钟。我絮叨到现在，估计没几个老铁能从头看到尾。我也没想别的，就是想记录下用一台发动机造一辆车的过程，让老铁们瞅瞅这车是怎么一点点做出来的。咱继续下一步，车架油箱喷漆。虽然我钟爱红色车漆，但是这次打算换个颜色。油箱泥巴喷成银灰色，油箱做成简单的拉花。我想这辆车就只要颜色、黑色和电镀色这3种颜色。等油漆干了，接到覆盖，搞定，装车。